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可以让你在开车、做家事以及睡前需要声音陪伴你的鬼故事。那故事开始了。我不知道你会在什么时候读到这段话，但我能告诉你事情是怎么开始的。那天，我独自一人在森林里散步时，那个存在找上了我。它不是模糊的影子，而是该怎么说呢？更像是意义的缺失。它隐匿的地方没有树木，它逼近的地方没有草地，它扑向我的弧线中没有任何风的掠动，那里根本没有空气。当它击中我时，我清楚感受到有利爪刺入了某个看不见的地方，一个我从未感觉过的部位。我的双手、手臂、双腿、躯干看起来都完好无损，也没有流血，但我知道自己受了伤。当我惊恐地跑回家时，我能感觉到自己少了什么。我有些疲倦，专注力也变得模糊。在那个最初阶段，解决办法似乎很简单，一大杯咖啡就能让我再次感觉正常。有一段时间，那股细微的精神消耗被我体内咖啡因的起伏掩盖了。你甚至可以说，我真正的人生是从那一周才开始的，因为就是那时我遇见了马尔，我和他相处得很好。老实说，我几乎是在还没见面前就透过电话爱上了他，几乎就像是那一周涌现的强烈情感让那个存在反扑，他依旧附着在我身上，紧抓着某个无形的部分不放。最初的几次异常还算轻微，我也没有太在意。某天早上，邻居的汽车颜色从深蓝变成了黑色，我愣愣地盯着他看，最后只是摇了摇头，把这差异抛到脑后。2天后，在公司里，我发现同事的名字竟从 Fred 变成了 Dan。 我小心翼翼地四处打听，但每个人都坚称他的名字一直都是 Dan。 我只好安慰自己，应该是我记错了。然后事情荒唐到难以置信，我在家里浴室上厕所时，突然发现自己出现在一条陌生街道上。我还穿着睡衣，裤子拉下来，正在小便，但这一次是在10几个候车民众的目光下。惊恐万分的我立刻提起裤子，拔腿狂奔，生怕有人报警。虽然我最后还是设法回到家里，但这经历逼迫我承认，我依旧处于危险之中。那个存在正在对我做某种事，而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击。那天晚上，马尔来了，但他竟然有自己的钥匙。嘿，我困惑地问他，你怎么会有钥匙？他只是笑了笑，你真可爱，你真的确定可以接受这样吗？随即打开一扇门，走进一间堆满纸箱的房间。我知道同居是一个很大的步骤，尤其是我们才交往3个月。同居？我明明才在上周才刚认识他。问题是，我妈一直说我反应快，脑袋灵活，我很清楚什么时候该闭嘴。于是我没有当场发作，只是笑着说一切都没问题，然后直接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调查。我的东西全都保持原样，没有任何3个月空窗期的痕迹，但我却发现了异常之处，日期。当我意识到真相时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那个存在吞掉了我3个月的人生。我到底面对的是什么？什么样的怪物能吞噬一个人灵魂的片段？我错过了恋爱中最令人兴奋的时期，再也无法理解那些只属于我们之间的回忆与玩笑。某些极其珍贵的东西被夺走了，我怒火中烧。那股愤怒反而压制住了那个存在。我不再沾酒，只疯狂依靠咖啡。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确认日期。就这样过了3年，我设法维持生活，只遭遇到些许微小的改变。比如某个人换了工作，孩子数目不同了，附近街道的格局不一样了，甚至我最爱的电视节目播出时间也会不同。这些细微的差异无时无刻不提醒我，那个怪物依旧把利爪深深插在我的灵魂里。
这3年里，我一次都不敢放空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松懈了，我让自己全神贯注投入到最爱的节目大结局里，剧情紧凑，精彩绝伦。就在高潮时，一个年轻男孩走到我躺椅旁，伸手摇了摇我的手臂。我惊讶地问：“你是谁？你怎么进来的？”他却笑得灿烂：“傻爸爸。”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。我立刻明白了发生什么事。稍微套问几句后，我得知他已经2岁了，而且他是我的儿子。胸口涌上的痛苦与心碎几乎令人窒息。我不仅错过了儿子的诞生，更永远无法参与他成长的最初岁月。这段被夺走的时间里，我和马尔显然已经结婚，并组成了家庭，但我对那几年里的欢乐与苦痛一无所知。窗外正飘着雪，我抱着突然出现的儿子坐在椅子上，凝视雪花落下。这样的人生该怎么过？只要稍有分神，就可能失去数年时光。我必须寻求帮助。教会无能为力，神父们根本不相信我，说我只是有健康问题，而不是遭受某种附身。医生也毫无头绪，各种扫描与检查显示一切正常，但他们依然乐于收下我的钱，却什么答案也给不了。当所有办法都用尽时，我决定向马尔坦白。我完全不知道，在他眼里这一切会是什么样子。当我不在时，我会是什么状态？我还会带我们的儿子去上学吗？我还能完成工作吗？显然是的，因为他完全没有察觉异常。可是，我心底仍有一种恐怖的感觉，当我并不真正在场时，他的生活里一定缺少了某些东西。但就在我准备好烛光晚餐，打算向他坦白的那一晚，他却不是用钥匙打开门，而是敲门进来的。我去应门，看到他穿着一件漂亮的洋装，他愉快地惊呼，望着餐桌上的布置，第2次约会就这么讲究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有意思。感谢上天，我懂得什么时候该闭嘴。如果我脱口而出我们已经结婚，有个儿子的事，他可能会立刻逃之夭夭。于是我只是替他接过外套，然后坐下，享受我们的第2次约会。透过小心设计的问题，我慢慢推敲出真相。这确实是我们的第2次约会。他看到我眼中的如释重负与喜悦，却以为那只是约会的紧张情绪。对我来说，那却是极大的安慰，因为我终于明白，那个存在并不一定是在吞噬我完整的人生段落。更准确地说，这些症状其实不像是单纯失去时间，更像是我的灵魂和时间被撕裂了。那个怪物把我的人生拆成一块一块的碎片，我只能在不同的时间片段之间断断续续的经历。也许我的一生再也不会是连续的，但至少我还能活在那些时间碎片里。于是，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日子就这样继续了好几年，每天依旧有些小小的变化，政治、地理上的细节会不同，但真正大的跳跃只在每隔几个月才发生一次。每当我发现自己落在一个全新的时间点，我就闭紧嘴巴，静静观察，先弄清楚身处的处境，再行动，以免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。在我经历过最遥远的一次跳跃里，我遇见了6岁大的孙子。我问他，你长大后想做什么？他回答，作家。我告诉他，那真是个好主意。接着，我又回到了和马尔交往第2个月的时光。那一晚，我们在河岸边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刻。当我说最美好时，是真的一点不夸张，因为我清楚知道他将会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所以我鼓起勇气邀请他搬来和我同住。那一刻，我总算弥补了第1次错过的片段，真正经历了本该属于我的记忆。而且我终于明白，我并非真的缺席，我只是晚一些才到。我终究会在那些时刻出现。当我们一起搬着箱子时，
他突然停下来，带着惊叹的神情说，他觉得我的爱就像跨越了一生，仿佛我从未怀疑过他就是唯一。那是自从遭到那怪物伤害后，我第一次真正的放声大笑。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爱他一生一世，但原因正如他口中那些浪漫的近乎傻气的比喻，我确实认识他一辈子，因为我在人生的碎片里早已一次又一次见过他。当我接受这个事实后，心里竟有了一种平静，能提前偷窥生命中那些最美好的片段，其实也不算太糟。但如果事情真能止步于此，我就不会写下这些了。那个存在依然还在，它并没有像我幻想的那样伤害完就离开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逐渐理解到，那怪物其实正钻进我心灵更深处，把我的灵魂压得更碎。过去重大跳跃之间至少还隔着几个月，但如今间隔开始缩短成几周。当我意识到这趋势时，我恐惧极了。我开始害怕自己的最终命运会是被迫在每一个心跳之间不断穿梭，一次又一次被抛进生命的不同片段。那样的话，我将永远困惑，永远迷失。每个时间里，我都只会停留短短一瞬，永远无法真正与任何人对话，永远无法拥抱或表达爱，也永远无法再被爱。当那股真正的恐惧彻底笼罩我时，我坐在年长版的自己身上，看着窗外飘落的雪。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不变的事物。天气不在乎我是谁，也不在乎我必须承受多少痛苦。大自然总是在那里，雪花飘落，就像一个小小的钩子，把我固定在某个片段里。那份纯粹的情感平静，像是一种心灵的万能良药，治愈我精神上的伤口。只要我凝视着这白色的落雪，想起小时候玩雪橇或堆雪堡的时光，我就从未因跳跃而移动过。一个少年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，爷爷，他把我从思绪中惊醒。我不如平常小心。你是谁？他半笑着，好像不确定我是不是在开玩笑。他递给我一叠纸，说，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写小说，你能读读看，告诉我你的想法吗？啊，当然，追求作家梦啊。我明白了。他脸红得通红。至少我正在努力。好吧，去忙你的事吧，我现在就读。我的话语有些模糊，恼怒之下，我找起了可能用来阅读的眼镜。变老真糟糕，我想立刻跳回年轻的时光，但在此之前，我必须先读完他的小说。我在毛衣口袋里找到眼镜，开始翻阅。马尔在客厅里进进出出，依旧美丽，但我必须专注。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能有多少时间。看起来我们家里似乎有亲戚来访，是圣诞节吗？我不认识的一对大人和几个小孩穿过走廊，我看见已成年的儿子牵着妻子走过门口，大家一起走到外面堆雪橇。我终于读完了故事，喊我的孙子下来。他飞快跑下楼，进入客厅。怎么样？很糟糕。我如实告诉他，但这种糟糕是有道理的。你还年轻，所以人物行为像年轻人，但故事的结构非常扎实。我停顿了一下，我没想到它会变成恐怖故事。他点点头，这反映了时代现状，对未来的期待暗淡，不像以前那样充满希望。你太年轻了，不该有这种想法。我告诉他，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如果你喜欢恐怖故事，你对奇怪生物了解多少？当然，我读所有能找到的资料，我很喜欢。我小心翼翼地扫视客厅的入口，外面每个人都忙着玩雪。这是我第一次向生活中某个人打开心扉，讲述我正在经历的事情。我压低声音，向他说起自己破碎的意识。对一个青少年来说，他反映的出乎意料的冷静。你是认真的？是的。他摆出一副成熟大人的决心，像是在接受一个任务。我会调查，
看看能找到什么。你应该开始把经历的每件事都记下来，建立一些资料，也许我们可以描绘出你的心理伤痕。哇，听起来不错，我感到意外，没想到他会这么认真回应。但我要怎么把所有笔记集中在一个地方呢？我们想个地方让你放好它们。他皱着眉思索说，然后我来收集，看看能不能追踪你在人生中穿梭的路径，找出规律。自从情况恶化以来，我第一次重新燃起希望。楼梯下怎么样？那里没人会去。好，他转身离开了客厅。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听见他在楼梯附近忙碌的声音。终于，他带着一个箱子回来，放在地毯上。打开后，里面塞满了满满的纸张。他惊呼道：“天啊！”我愣住了，快速眨眼。这些是我写的吗？他惊讶地抬头看着我。对，或者说将会是你写的。接下来你还是要把经历记下来，放到楼梯下。他又低头看着那堆纸，然后把箱子盖上。所以你最好别看他们写了什么，太奇怪了。这点我明白。他吞了口水。那里有大约50个箱子，全都像这样塞满纸。解读他们会花很长时间。语气忽然严肃的可怕。但我会救你，爷爷，因为我觉得没有人能做到。眼泪沿着我的脸颊滑落，我忍不住抽泣了几次。我没有意识到，在这个意识不断跳跃的监狱里，我竟然孤单成这样。直到终于有一个人能理解我。谢谢你，真的非常感谢你。然后我又变回了年轻，回到某个随意的星期二上班。悲伤与释然消退后，愤怒与决心接管了我。工作完成后，我抓起纸开始写。随着周数在我身边跳动，变成日子，再变成小时。我把每个空闲时间都用来记录自己认为身处的时间与地点。我把纸乱序地放入楼梯下的箱子里。我的第一个箱子其实是第3个，最后一个箱子则是第1个。当我从自己的视角写满50多个箱子，且意识跳跃缩短到几分钟一次时，我知道接下来就交给我的孙子去处理了。我低下头，不再看，再也无法承受这条不断流动的意识河流。名字、地点、日期、工作、颜色和人，全都错乱，全都不同。我从未如此老态，坐在那里看着雪花缓缓落下。一个至少30岁，我隐约认得的男子走进房间。来吧，我想我终于弄明白了。我虚弱的连动一下都很痛。你是他吗？你是我的孙子。是的。他带我到一个充满奇怪设备的房间，让我坐在一张橡胶椅上，面对一面比人还高2倍的大镜子。这个模式终于显现出来了。你研究多久了？我惊恐地问。告诉我，你没有像我一样错过你的人生。他的表情既冷漠又充满决心。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他将2根细长的金属棒靠近我的手臂，然后对着镜子点了点头。看，这电流是经过精准校准的。装置释出的电击虽然惊人，却并不疼痛。在镜中，我看见一个快速闪烁的光影在我头顶与肩膀上方出现。电流像波浪般穿过那生物，短暂地揭露了他对我所做的可怕事情。一张鼓起像水蛭般的嘴巴缠住我的后脑，延伸到眉毛，触及两耳。他的软体身躯像阔鱼般沿肩膀深入我的灵魂深处。那是一个寄生生物，它正在吞噬我的心智。我已成年的孙子握着我的手，看着我面对眼前的恐怖。片刻后，他问：拔掉它会非常痛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害怕地问：马尔在这里吗？他的表情柔和下来。不，几年来他都不在。从他的反应，我能猜到发生了什么，但我不想这是真的。
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常常谈这件事。他回答：你真的想知道吗？知道后并不会让你好受，眼泪涌上眼眶。那我不在乎会多痛，也不在乎我会不会死。我不想停留在他不活着的时间里。他发出一声充满理解的同情声，随后回到设备前，把几根线、二极体和其他科技装置连接到我的四肢与额头上。操作的同时，他开口说：我研究这件事已经20年，也得到许多研究神秘学的朋友协助。这种寄生生物在我们的次元里技术上是不存在的，它是贝塔的第一阶衍生体之一，靠吞噬心智、灵魂以及量子意识与现实的交织体为生。当你发现名字或物品颜色改变时，你并不是在发疯，你的存在之网只是在被这生物慢慢啃食时失去了某些连结。我还是没完全明白。他在我头上放置一个像王冠般的电子装置，精确对其寄生生物嘴巴缠绕的部位时，我困惑地抬头问：什么是贝塔？他停下手上的工作，脸色变得苍白。我忘了，你不会知道，相信我，你很幸运。深吸一口气后，他再次操作，手指靠近几个开关。准备好了吗？这套装置经过精密调整，能让你的神经系统对寄生生物极度不适，但基本上就是电击治疗。我仍然能看见马尔的笑容，即使他已经去世，我刚才还与他同在。开始吧，开关的咔嗒声在耳边回响，我差点因为电流竟如此温和而笑出来。起初根本没什么感觉，但随后我看到镜子颤动，镜中自己的身体抽搐。哦，不，真的痛了，没有什么比这更痛苦了，痛得如此剧烈，以至于我的大脑一时间无法立即处理。当我的视线晃动，全身神经像被火焚烧，我看到镜中寄生生物的光影也在颤抖，它的痛苦与我同样强烈。它有着6条类蜥蜴的爪状肢体从水蛭般的身躯下伸出，试图抓住我，不让自己脱离。电流让我的记忆迸发。马尔的笑容最先浮现，映在温暖的火光前。窗外雪花飘落，记忆的边缘逐渐点亮。我明白了，我的一生其实是一连串的经历，只是因为背上的那个邪恶生物吞噬，我对这些经历的意识才被切割成碎片。我从未真正参与过儿子的出生，我跳跃了无数次，但从未真正经历过。这是我第一次能握着马尔的手，真实地陪伴他。不，那一刻，画面无缝地转变成我握着他的手，马尔躺在医院病床上，原因完全不同。不是这个，天啊，为什么？让我记起这一切竟是如此无情。我在护士冲进房间时泣不成声。我不想知道，不想经历。我已经看过所有美好的时刻，但我不想面对最糟的部分，那每个人终将面对的不可避免的结局。这不值得。它被玷污了，所有的喜悦都被10倍万倍地转化为痛苦。我身体和大脑中的烈火永生至纯白的折磨，我尖叫起来。尖叫声逐渐消退，变成惊讶的喊叫。当机器、电流和椅子消失后，雪花不再在我周遭飘落。我回到了明亮夏日的森林里。天啊！我转头看到那生物正向我逼近，它依旧是那种意义的缺失，现实的空白。它像之前一样缓缓逼近，但这一次，它嘶嘶作响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我站在那里，震惊于自己再次年轻，并且摆脱了寄生生物。我的孙子真的做到了，他让我变成了一餐不可口的食物。那吞噬心智与灵魂的掠食者因此转向寻找其他猎物。我恍惚地回到家。当我坐在那里消化刚才发生的一切时，电话响了。我带着敬畏与悲伤看着他。
我知道是谁打来，我的老婆马尔第一次打电话给我，理由微不足道。30年后他会承认，那理由根本是编出来的，只为了能跟我说话。但我脑海里只看见他躺在医院病床上，奄奄一息，结局将是无法言说的痛苦与孤寂。我会变成一个老者，独自坐在空荡的房子里，灵魂伴侣早已离去，到头来唯一剩下的只有坐着看着雪花飘落。但现在多亏了我的孙子，我还拥有我的回忆。无论结局如何，这都将是一段狂野旅程。出于一时冲动，我拿起电话，带着笑问道：“喂，你是谁？”即便我其实已经知道答案。